姐姐，多谢你一直帮我，这是我亲手做的点心，你尝尝。饶宇，点心里有毒。凭什么你戴着丑脸面具还能当王妃？我戴着美人面具却要在宫里受尽折磨！你去死吧，把王妃的位置还给我！我没死，这是选面具的那一天。老朽这儿有2张面具，一张倾国倾城，一张普通带疤。2位小姐的脸已被仇家暗算尽毁，只能戴面具示人。你们姐妹自己选吧。我要这个，这张带疤的归我。饶宇，你疯了吗？我的乖女儿，你要入宫选秀的，怎能戴个疤脸？这可是要断送前程的。母亲放心，女儿自有打算。这丑脸可是一条通天捷径呢。她果然也重生了。她以为抢走疤脸就能像前世的我一样偶遇齐南王，成了体面风光的王妃，但她却不知道，齐南王府的水可比后宫深多了。姐姐，我从小就长得好看，这次给你美人脸，你该好好谢我才是。多谢妹妹让脸，也谢妹妹成全。你别得意太早，到时候有你哭的。路是自己选的，后果自负。只盼妹妹日后莫要后悔今日的决定。公公通融一下，小女脸上受了点伤，化个浓妆就能遮住。进去吧，反正也是去当差的。苏莲雾，你尽情得意吧。前世我受过的贵妃折磨，这一世该轮到你了。等我攀上齐南王，定要将你踩在脚下。命运的转盘已经重新启动，这一次谁才是执旗者？我们走着瞧。这次选秀选来的美人不够数，内务府发了话，很可能会从你们这些宫女中挑几个尖子顶上。嬷嬷，我可以吗？长得还算不错，就你了。长得狐妹子样，肯定指望着飞上枝头呢。就是看她那张扬的样子，走着不秀于林，封闭摧之。前世妹妹因为这张美人脸受尽排挤，如今这些明枪暗箭全冲我来了。嬷嬷，她故意撞我，把我的玉梳都摔碎了。放肆！刚进宫就敢损毁他人财物，惹是生非，罚你跪2个时辰。饶宇姐姐你真好，还把去各宫当差的好机会让给我们。我入宫是被家里所迫，并不想争名夺利，只要能去御膳房做点苦差事，期满出宫便好。哎呀，姐姐，你这美人的滋味可还受得了？妹妹如今在宫女中混得风生水起，倒是比在家时还要长袖善舞。你少得意，我马上就要去御膳房了，那可是个好地方。而你这绝世美貌，只会把你送上绝路。苏瑶宇分派御膳房当差。谢嬷嬷。贵妃娘娘安喜宫缺个奉茶宫女，谁是苏莲雾？奴婢苏莲雾。果然长了一张狐媚脸，跟我走吧，娘娘正等着见你呢。妹妹，你费尽心思把我推到贵妃面前，以为这是我的催命人，你错了，这是我的登天梯。你叫什么名字？回娘娘，奴婢苏莲雾。听着便是个寻常名字，你可知本宫为何独独挑中了你？奴婢不知。抬起头来，有人告诉本宫，这次的新宫女中出了个倾国倾城的美人，本宫原本不信，今日一见，还真是名不虚传。生得这般张扬，不懂收敛，今儿个就让你学学规矩。等等，娘娘，奴婢有话要说。死到临头，留句遗言倒也不是不行。奴婢这张脸不值一提，但奴婢有一祖传秘方玉容膏，能抚平细纹，让肌肤莹润如玉。娘娘天生丽质，若用此方，定能青春永驻，盛宠不衰。你说的可当真？奴婢说的句句属实，娘娘若不信，大可一试。若是无用，奴婢任凭娘娘处置，绝无怨言。好，那便依你所言。若真有奇效，本宫留你一命。快点，磨蹭什么？御膳房不养闲人。你没死，贵妃竟然没发落你。这是娘娘昨日刚赏的，真是让妹妹失望了。我费了那么多心思，把你的名字推到贵妃面前，没想到反而成全了你。妹妹，父亲盼我们姐妹同心，你为何要处处为难我？姐妹，你也配？我告诉你，再过几日便是春宴，你尽管得意，看看谁能笑到最后。春宴，那是你自掘坟墓的开始。莲雾，你过来瞧瞧，本宫是不是瞧着年轻了好几岁？皇上昨儿还夸本宫说皮肤嫩的能掐出水来。是娘娘天生丽质，奴婢的方子不过是锦上添花。就你嘴甜，拿着。
过2日便是春日宫宴，届时本宫的妆造全交由莲雾负责。姐姐真是爱重这位妹妹，只是宫宴何等重要，莲雾妹妹年纪轻，万一失手，怕是会折损了娘娘的凤仪。德嫔娘娘说的是，奴婢人微言轻，恐难当此大任，但奴婢愿为娘娘鞠躬尽瘁，若有半分差池，任凭娘娘责罚。哼，本宫的人，本宫信得过。德嫔妹妹还是多操心自己吧，别到时候被旁人比了下去。娘娘，奴婢听闻此次春宴，连深居简出的齐南王都会出席。可不是嘛，自从他那个王妃走了，他就没在宫宴露过面。今年也不知动了什么心思。奴婢听闻齐南王对王妻情深似海，痴情不过是个借口。他那王妃的脸本宫见过，相貌平平，脸上还有一道浅疤。齐南王心思深沉，谁知道府里藏着什么心思？莲雾姐姐，我刚去内务府，无意间听到御膳房的苏然宇和人密谋，说要在春宴玉带桥上对齐南王演一出英雄救美。我知道了，你下去吧。英雄救美，你以为洞悉先机就能抢走机缘？那就帮你演得更像一点吧。爱妃今日真乃月下仙子降凡。齐南王驾到！齐南王终于出现了，就是现在，这天大的机缘是我的了。这宫女怎么这般莽撞？也不看看场合，想攀高枝想疯了吧？真是太失礼了。怎么会这样？前世王爷明明温柔地扶住了姐姐的，为什么他连看都不看我一眼？奴婢该死！求皇上饶命！求王爷饶命！这宴会上的狐妹子，真是一刻也不安等。糟了，齐南王没有看到苏然宇的脸，这个没用的家伙，还得让我来帮他一把。就是现在。佩佩，抬起头来。王爷这是怎么了？不过一块旧帕子，一个机会。这帕子的主人就是王爷真正放在心尖上的人，只要我认下他，我就能翻身。是我的，王爷，那手帕是奴婢的。苏饶宇，机会已经摆在你面前，就看你接不接得住了。你叫什么名字？佩佩。王爷，奴婢的乳名叫佩佩，这手帕是奴婢亲手所绣，只为思念早逝的亲人。一个寻常宫女怎会恰好叫佩佩？但她脸上这道伤疤和她太像了，如此真是触手可及。陛下、娘娘，此女与臣王妻有几分相似，臣想将她带回王府，还望陛下恩准。既然是王爷的心意，准了。难得王爷能遇到合心意的人，也是一桩美事。那道催命的视线终于消失了，我成功脱身了。说，你和齐南王到底是怎么回事？那方手帕又是怎么回事？娘娘明鉴，奴婢与齐南王素无瓜葛。今日若非随侍娘娘身坐，奴婢根本见不到王爷，哪敢有任何牵扯？那手帕呢？回娘娘，手帕是奴婢前日在御花园无意捡到的。奴婢想着定是哪个宫人不慎遗落，便收了起来。方才王爷经过，奴婢被气势所烁，脚下趔趄，才不慎让手帕掉出。奴婢万万没想到惹出天大事端。那手帕明明不是妹妹的，她却一口咬定。奴婢入宫前曾听闻，齐南王留意与王妻容貌相似的女子，妹妹她怕是早就打听好了王爷的喜好，处心积虑，就为了今日攀上高枝。好一个巧合！那苏瑶雨倒真是会抓时机，一个脸上带疤的宫女也敢在本宫面前耍弄小聪明。齐南王也是糊涂，竟被这种女子蒙骗。既然你说那苏饶雨是临时起意，急用尽力，那你告诉本宫，为何她的乳名会与齐南王亡妻的小字一模一样？娘娘，奴婢想起来了。说下去。
入宫前不久，奴婢曾无意间撞见苏然宇与丫鬟争执，奴婢隐约听到他说，不过是改个乳名怕什么，只要能攀上齐南王，日后谁敢小瞧我。后来奴婢还发现他偷偷藏着一本坊间杂记，里面正好记载了齐南王与亡妻的往事，甚至连王妃的小子佩佩都清清楚楚。真是脏了本宫的耳朵，一个卑贱庶女竟敢用这种上不得台面的伎俩肖想王妃之位。本宫原以为她只是蠢，没想到竟是又蠢又有心机。是奴婢愚钝，奴婢以为他只是异想天开，从未想过他竟有如此心机和胆量，敢在御上行此欺瞒之事，请娘娘恕罪。那手帕上的花纹是绣在左脚还是右脚？是右脚。佩佩从不在手帕上绣杂花，只绣翠竹。这女人在撒谎，她的身世、名字、故事全都是假的。这道疤和佩佩当年留下的位置、形状几乎一模一样，太像了。罢了。从今日起，你便留在本王身边，记住，安分守己，不要耍小聪明。惊天大消息，齐南王正式上奏，请旨迎娶苏饶宇为正妃了。苏饶宇，你以为这是你命运的巅峰吗？不，这只是我为你搭好的戏。准王妃，苏黎雾带到了。你们都退下，把门关上。过来，给本宫捏肩。姐姐，你这双手可真巧，做什么都细致，不像我，从前在家连针都没拿过，如今却要当王妃了。瞧瞧，美貌有什么用？到头来还不是要伺候我这个有疤的。本宫走了一天，脚有些酸，鞋面也沾了灰，你帮我擦干净吧。继续得意吧，爬得越高，摔下来时才越粉身碎骨。苏黎雾，你也有今天。从前人人都夸你聪明懂事，可那又怎样？现在我才是准王妃，你还是个奴婢。我要你看着我享尽荣华富贵。等我入了王府，就向王爷求个恩典，把你讨过去，让你继续在我身边伺候，亲眼看着我和王爷琴瑟和鸣。行了，你下去吧。站住！好姐姐，别忘了，3日后我大婚，你还要亲自送我出宫呢。到时候记得来送我一程。是。一个最下贱的宫女，竟然一步登天与本宫平起平坐，简直是打本宫的脸！苏莲雾，把最后那批赏赐送去坠霞轩，莫要让别人说我失了礼数。奴婢遵旨。你们都下去吧。姐姐来了，瞧瞧，还是这么素净，不像我，马上就是这天底下最尊贵的女人之一了。苏莲雾，你是不是很不甘心？不甘心我抢了属于你的风光？你放心，我会让你好好看看什么叫人上人的日子。妹妹明日大婚，想必会紧张难眠。这是姐姐送你的贺礼，里面装的是凝神安睡的香料，可祝妹妹今夜睡个好觉，明日好做个最美的新娘。这是什么破烂玩意儿？就拿这个打发我？也算你识相。等我成了王妃，第一件事就是把你讨到王府去，让你继续跟着我，看着我风光。好好得意吧，妹妹。只怕明日醒来，你这风光的新娘就会变成万劫不复的囚徒了。姐姐，妹妹今日出嫁，你不该来送送我吗？奴婢恭贺王妃新婚之喜。姐姐这是做什么？你我虽主仆有别，但终究是姐妹一场。今日我大婚，你难道不该为我高兴，给我行个大礼，祝我与王爷百年好合吗？奴婢遵命。奴婢苏莲屋，恭祝齐南王、王妃永结同心，白头偕老。苏饶宇，这一跪，从我起身那一刻起，你我之间便再无姐妹情。苏饶宇，你的好运到头了，而我的棋盘上最关键的一颗棋子已经落定。他那般当众刁难你，让你受这等奇耻大辱，你就一点也不怨他？娘娘，一个被虚荣蒙蔽的人，有什么是值得奴婢放在心上的？自从苏饶宇风光大嫁，
安喜宫便陷入了更加压抑的平静。而我也抚平了贵妃眼角的细纹，将她对我的依赖变成了离不开的瘾。苏姑娘当真是好手段，能把贵妃娘娘哄得这般开心。我家娘娘说了，姑娘这等奇才，只当一个宫女实在可惜。贵妃娘娘性情严苛，今日能捧着你，明日就能冷了你。若姑娘有心，我家娘娘愿引姑娘面圣，将来封个答应常在，也好过一辈子看人脸色。贤妃，贵妃的死对头，见我得宠，竟想用妃位这种画饼的手段来挖墙脚。苏然宇怕就是栽在这种愚蠢的幻想里。此事体大，还请容我思量一二。娘娘，奴婢有罪，奴婢不敢欺瞒娘娘。发生什么事了？你手里拿的是什么？回娘娘，这是贤妃娘娘宫里的人硬塞给奴婢的。他们说娘娘性情严苛，让奴婢背叛您去投靠贤妃，还许诺引荐奴婢面圣。好一个贤妃，竟敢把主意打到本宫的人身上！你做得很好，这宫里多的是墙头草，唯有你是真心向着本宫的。奴婢的命都是娘娘给的，此生只忠于娘娘一人。莲雾，本宫身边若都是你这般忠心的人就好了。奴婢只忠于娘娘，我忠于的只是我自己。怎么还不来？这都什么时辰了？莫不是王妃得宠，忘了规矩？嘘，小声点儿！我可听说了，济南王府门禁森严，这位新王妃嫁进去后，就没一个人再见过她。按照大周规矩，今日是苏饶宇回宫还礼的日子，时间差不多了。启禀娘娘，济南王府派人传话，说王妃娘娘她身体不适，需在府中静养，今日不能回宫。岂有此理！齐南王这次做什么？那个苏瑶宇也是个没用的东西，连自己夫君都笼络不住，新婚燕尔，得什么病能连回宫都耽搁？娘娘莫要动气，气坏了身子可不值当。妹妹她许是真的病得重了，否则王爷断不会在这等事情上失了礼数。病？本宫看她是没那个福气。说来也怪，奴婢入宫前曾听府里的老人说起过一些关于齐南王府的旧闻，听说王爷那位早逝的亡妻佩佩夫人，当年也是身体康健，却在嫁入王府后不久，同样是得了一场突如其来的病，最后就这么香消玉殒了。佩佩，又是佩佩，病又是病，这世上哪有这么巧合的事情？去挑几个上等的名贵药材，再派一个机灵的工人给本宫送到王府去，就说本宫心疼王妃，特赐药材为她调养身子。本宫倒要看看这王府里藏着什么秘密。娘娘，奴才无能，药材被王府管家客气收下了，可是奴才连王妃的面都没见到。他们怎么说？管家说王妃偶感风寒，正卧床静养，不便见客。王爷更是下了死命令，任何人不得打扰王妃清修。退下吧。欲盖弥彰，若是小病，何至于如此严防死守？越是阻拦，越证明那王府里藏着不可告人的阴暗隐情。他在等一个结果，或是一个契机，而我同样在等。娘娘，宫门口来了一位神色不对的姑娘，说要找苏姑娘。姑娘？什么姑娘值得这般大惊小怪？是齐南王妃，是苏饶宇。她衣衫凌乱，头发散乱，看起来十分狼狈。禁军拦着她，她就不顾一切的往里冲，嘴里还一直喊着要见苏莲雾姑娘。从前的种种恩怨，仿佛就在昨日。苏然宇，你终于来了，我等这一天已经等了太久。娘娘，
看来是妹妹想我了，让她进来吧。苏莲雾，你早就知道对不对？你从选面具的时候知道，齐南王根本不是什么深情之人，王府的日子根本不是人过的，是你害我，是你故意让我跳进这个火坑的。这两人之间竟藏着这般不可告人的隐情。路是你自己选的，你果然早就知道。我早就提醒过你，不要太急功近利。从前你处处抢我的东西，这一抢去的不过是你自己应得的结果。原来天大的机缘是个精心设计的陷阱，我抢走的不是荣华富贵，而是地狱，而我弃如敝履的皮囊才是真正的护身符。原来如此，原来如此。够了，把这位情绪失控的王妃带下去，好生安置。假的！他早就知道一切是他故意害我，你们都被他骗了。你在王府受了委屈，神志不清，开始说胡话了吗？你胡说，我没有糊涂，你一直在骗我们所有人。娘娘明鉴，奴婢的脸是真是假，奴婢百口莫辩，但奴婢的忠心，天地可见。只是妹妹刚从齐南王府回来，您看她这一身的伤，便知她受了多大的罪。妹妹此刻神思恍惚，将心中对我安然无恙的不满化作这等荒唐的话，也是人之常情。奴婢不怪她，只求娘娘息怒，先为妹妹请个太医看看吧，莫要让她再受委屈了。一个是沉着冷静、貌美如花的心腹，一个是满身污秽、言语失态的王妃，孰真孰假，不言而喻。苏饶宇，你当本宫的安喜宫是什么地方，容你在此撒野胡言？不，我有证据，娘娘，我没有撒谎，我有办法证明。从前一位游方郎中曾给过我一瓶特制的药水，能卸掉所有的易容妆容，只要一擦，他脸上的伪装就会露出来。哦，你还有这等奇物？千真万确，那是那位游方郎中离去前特意留给我的。他说，若有一天遇到戴着易容面具的人，只需将此药水擦在对方脸上，任他伪装的再天衣无缝，也会瞬间卸下伪装，露出真容。既然齐南王妃说的如此信誓旦旦，本宫今日便给你这个机会。来人，随王妃去取药水。扶我起来，我带你们去。苏莲雾，你的死期到了！我要亲眼看着你那张恶心的烂脸暴露在所有人面前。老郎中研制的水痛手食碘，防水防油，普通药水根本无用，从他的眼一刻体就已经输了。娘娘，药水取来了。苏莲雾，我的好姐姐，怎么不继续装了？等一下，你这张漂亮的假脸就会被卸掉，露出底下那张被毒液烧坏的脸。我要让所有人都看看你有多难看！你试试，不就知道了？你还敢嘴硬！男人呢？不可能，不可能，这不可能！药水为什么会没用？是假的，药水是假的，是你用了什么旁门左道？娘娘恕罪，奴婢并非戴了假脸，而是精通一种能修饰容貌的古法护肤定妆术。一套护肤品价值千金，一个能让人脱胎换骨的人，这是一座可以无限快财的宝库。回嫔妃娘娘，只因奴婢家中曾遭横祸，为躲避仇家纠缠，才不得不学习这门技艺修饰容貌之所。至于王妃，或许是见奴婢得了娘娘几分轻颜，心生不满，才会被情绪蒙蔽。那瓶药水确实对寻常劣质易容有效，王妃她大约也是被人蒙骗了。你下口喷我，苏莲雾，你这个心机深沉贱人！够了！齐南王妃冲撞本宫，言行失当。来人，把她给本宫送回齐南王府。告诉齐南王，让他好生看管自己王妃。若是再让他跑出来胡言乱语，惊扰圣驾，本宫也保不住他们王府的脸面。不，我不走！
妃娘娘，你被他骗了，他才是最有心机的那一个。苏灵雾，你等着，我不好过，你也别想好过，我绝不会就这么算了。你们都退下。你的这门技艺能交给本宫吗？回娘娘，这门技艺并非人人可学。你的意思是，本宫学不得？奴婢万万不敢。娘娘天资聪慧，自是学什么都快。只是这门古法修饰基础条件极为苛刻，需从小以特殊药汤养护肌肤。其二，需有极强的感知力。奴婢是自3岁起便由师父日夜教导，耗费10数年光阴，方才略有所成。若强行传授，恐有适得其反的效果，不仅学不成，更会影响娘娘的肌肤状态。原来如此，既是如此，本宫也不强人所难。不过，既然这门手艺只有你会，那便更要好好为本宫效力。万死不辞！好一个万死不辞！本宫现在就有一件事要你去办，后宫的林答应，你可有印象？奴婢略有耳闻。本宫要你用你的修饰成他的模样，去御花园偶遇皇上。本宫倒要看看能不能化腐朽为神奇，让一个不得宠的人重新入得了陛下的眼。奴婢遵命。去吧，本宫给你1天宿间准备。那个渴望君恩的琳达，别让本宫失望。林答应面色微黄，愁苦怯懦。我需要的不仅是模仿，而是重塑。我成功了，接下来就是去面对这个帝国最有权势的男人。你倒是清闲。奴婢不知陛下在此，惊扰圣驾，罪该万死。起来吧，朕倒是好奇，这满园的繁花似锦，你为何偏偏对这几株长势不佳的芍药情有独钟？回陛下，繁花虽美，却需时时精心呵护，如履薄冰。反倒是这些无人问津的花草，虽不娇艳，却能自得其乐，求一个安稳罢了。奴婢只求能像他们一样，在这宫中安然度日。安然度日？你叫什么名字？奴婢翠微宫林氏。抬起头来，让朕看看。怕朕？奴婢。怎么回事？传太医，快传太医！启禀陛下，林主子应是体质素来虚弱，加上初承圣恩，心中过分激动，气血攻心，这才昏了过去，并无大碍，只需静养几日。都给本宫退下！莲雾，本宫问你，这后宫之中谁最尊贵？这个问题是陷阱，更是试探，回答的稍有不慎，我今天就出不了这扇门。自然是皇后娘娘母仪天下，最为尊贵。皇后？她不过是占着先入为主的名分，膝下无子，又不得陛下真心宠爱，这后宫的真正权柄，迟早要落在本宫手里。林雾，既然一张脸可以改变一个妃嫔的命运，那如果我们能让陛下眼中只有我们呢？我一直以为我只是在后宫波诡云泥中求存，直到此刻我才惊觉，贵妃的野心远不止于此。她不是只想让我帮她争宠，她是想让我成为她掌控后宫的最强武器。一旦答应，我和她的命运便彻底捆绑。
要么登顶，要么万劫不复。莲雾，你是个聪明人，事成之后，本宫便是皇后，你便是本宫身边最得力的人，享不尽的荣华富贵，宫暂一生无忧，再不用再和任何人领色。但你若是不肯，本宫想这宫里每天都有宫女无声无息的消失，多你一个也算不得什么。危险，赤裸裸的危险，我不能轻易答应，这等于押上全部身家。可我更不能拒绝，任何拒绝都会让我死无葬身之地。必须活下去，危机中往往藏着机会，我必须为自己谋划出路。奴婢的命是娘娘给的，愿为娘娘效死。只是娘娘要做到让陛下眼中只有我们，需要制作出最完美的妆容和最贴合的神态模仿，非同小可。奴婢需要更多的时间和材料，还需要近距离观察陛下的言行举止、神态变化，才能保证万无一失。请娘娘为奴婢创造机会。贵妃的允诺成了我进入帝国权力核心的通行令。我像一只潜伏在暗影中的蜘蛛，贪婪地汲取信息。为了一个新过门的王妃，连经济大营的操练都称病不去了，真是儿女情长，英雄太软。陛下圣明，王爷毕竟年轻气盛。这看似调侃的语气里，分明带着冰冷的猜忌。齐南王手握兵权，却拿儿女情长当懈怠君命的幌子。皇帝已经起疑了。雪肤膏祛斑，续骨散治伤，定神香治经济，这说明苏攘宇在王义虚，在害怕事情败露。贵妃的野心，齐南王的偏执，皇帝的猜忌。只要调配得当，这些就是我手中最锋利的剑。我只差一个导火火索。就是现在！放肆！皇上饶命，奴婢不是故意的，奴婢该死。拖下去。皇上，这奏折污了，奴婢拼了命也要为皇上弄干净。青椒温泉行宫，前世那里是齐南王专门安置与佩佩容貌相似之人的囚笼，他要转移苏扰宇。我必须在他被送走前动手。还愣着做什么？给朕拖下去，罚俸3月，关入净室思过。奴婢该死，奴婢该死。齐南王的奏折刚刚呈上。皇帝批复下旨，交接行宫，至少还需要1、2日的时间。我必须抢在这之前潜入王府。可是夜间宫禁森严，我该如何出宫？姑姑开门，奴婢有要事要禀报贵妃娘娘，是关于娘娘的养颜香露的。你老实点，我去请掌事姑姑。又闹什么幺蛾子？冲撞了圣驾。皇上没要你的命，就是天大的恩典了。姑姑明鉴，奴婢知错，只是需要采摘子时出生，带着头到露水的白玉兰花瓣才最为灵效。眼看时辰就要错过，奴婢心急如焚，这才惊扰了姑姑。只许你去御花园，速去速回。若是惹出别的乱子，仔细你的皮。谢姑姑，奴婢一定不负娘娘厚望。我拿到了通往王府，也通往转机的通行证。前世，我从这里风光大嫁，又被抬着尸身离去。今生，我再一次踏足这片埋葬了我天真的土地。巡逻换房时间，安少师爷死曲，全在我的脑海里。齐南王做梦也想不到，他固若金汤的王府，对我来说可以随意出入。不对，这个时辰，这条路绝不可能有巡逻队。真倒霉，大半夜还要加一轮巡视，王爷到底在紧张什么？连亲卫队都调来外围了。少废话！听说新过门王妃身子不爽利，王爷心里烦烦的。
我不再是全知无能，只是个走在刀锋上的赌徒。憋不住了，撒个尿。完了，一旦被发现，插翅难飞。什么东西？一只野猫罢了，鬼叫什么？快点完事儿，这地方阴森森的。这两人气息内敛沉稳，太阳穴微微鼓起，身上散发出的杀气远比巡逻护卫危险100倍，分明是顶的那家高手死士。是苏然宇，他就在里面受苦。硬闯绝无可能，我必须想别的办法。硬闯是寻死，前世我曾听着院外偶尔传来的闷哼，才明白这座小院根本不是爱巢，而是囚笼。能被齐南王放在这里看守的，绝非寻常护卫，而是严防任何人靠近的死士。正面是死路，那我便为自己辟出一条生路。前世的记忆是我的枷锁，也是我最锋利的剑。找到了，醉仙草，但用只是安神药，但若与发酵过的3菜根混合，以微火熏烤，便会产生无色无味的迷烟，这能让人不知不觉沉睡数个时辰。师傅教我的入门把戏，对付他们绰绰有余。就是现在！我无意取你们性命，你们只是听命行事的棋子。一切都和前世一模一样，这里就是通往地牢的入口。这熟悉的气息，我实在太熟悉了。这是地狱的味道。我曾在这里的每一个呼吸，都浸透着这种腐臭与血腥。不过现在，这里只是我复仇的布景。苏莲雾，是你！尽情挣扎吧，看着你从云端跌落泥沼，看着你引以为傲的一切被碾碎成尘，这种感觉远比亲手杀了你更痛快。你来做什么？来看我的笑话吗？苏莲雾，你现在满意了？你是不是很得意？你是不是很得意？我怎么会得意呢？我来是想告诉你一个关于你脸上这道疤的秘密。我不想听，你说的我全都不信，你就是嫉妒，你嫉妒我成了西南王妃，你嫉妒王爷对我情有独钟。情有独钟？我的好妹妹，你到现在还以为齐南王爱的是你这个人吗？你不好奇吗？为何那位神秘的郎中手里会刚好有这样一张带疤的面具？为何高高在上的齐南王会偏偏对这张丑陋的带疤的脸一见冲心？因为这张脸从来都不是随意制作的，它是一件精心打造的复制品。复制品？什么复制品？没错，这张脸完完整整复刻了齐南王妻佩佩的模样，包括你最引以为傲的脸上的疤痕。她不是病死，你知道佩佩是怎么死的吗？更不是染了什么恶疾，她就是被你那位深情的齐南王亲手虐杀在这座地牢里的。而她脸上那道和你一模一样的疤，
就是那位王爷用滚烫的烙印亲手刻下的爱意。不可能！你在骗我！王爷那么爱佩佩，他怎么会？他明明对我那么温柔。爱，他爱的根本不是那个人，他爱的是在美丽脸庞上刻下伤痕的变态快感，是听着绝世美人哀嚎哭求的满足。佩佩死了，他失去了最心爱的玩具，所以他才急需一个完美的替代品。而你，我的好妹妹，真是太贴心了。你带着这张脸，顶着这个名字，欢天喜地的自己撞了上来。你抢走的从来不是荣华富贵，更不是什么王妃之位，你抢走的只是一个成为背叛替身替他受虐的资格。从你踏入王府的那一刻起，你就不是苏扰雨了，你是他发泄变态欲望的容器。他每一次挥起鞭子，看到的都不是你。是我自己亲手跳进了地狱啊！我不信，这一切都是你编出来骗我的！看看你现在的样子，再想想佩佩的结局，我还需要骗你吗？我就是顶着这样一张脸，自以为是的走进了齐南王府。不，这不是我不是替身。妹妹，游戏该结束了。你在干什么？不可能！你的脸为什么没有伤？你当年明明被热汤泼中了，你没出事！因为我早就有所准备啊。什么意思？你什么意思？你以为只有你能提前预知未来吗？你提前知道了选面具的事，而我比你更早。我提前知道了嫡母端着那碗滚烫的热汤走进我房间的每一步，所以我躲开了那碗热汤。我的脸从来就没有被毁过，从一开始我就拥有了你做梦都想得到的一切，不仅是这张完好无损的脸，还包括那位老郎中真正的传承。妹妹，绝世美人的脸，你不是一直很想要吗？现在姐姐就把它送给你。不要！你走开！别过来！放开我！苏林武，你这贱人！放开我！这是师傅特制的固溶膏，无毒，但只要贴上便与血肉相连，再也无法轻易卸下。你不是想要吗？你不是嫉妒吗？姐姐现在就成全你！好好享受你梦寐以求的这张脸吧，我的好妹妹。仅仅让她顶着这张脸被齐南王发现，远远不够。齐南王生性多疑，贵妃野心勃勃，要让他们彻底撕破脸皮，还需要一根最致命的导火索。这是上次我为贵妃试妆成功后，她亲手赏赐给我的。整个宫里都知道，这是贵妃的心爱之物，更是她宠信的象征。就是这里了。它看起来
就像是在一场激烈的拉扯中，从凶手的发髻上不慎掉落。齐南王发现王妃被换脸，必定震怒。一旦搜出这次凤钗，他一定会认定是贵妃派人潜入王府，用诡异手段换了，以此来监视和羞辱她。前世今生的恩怨，到此你拼了命也要跳的深渊，我成全你。我的好妹妹，我的好娘娘，我的好王爷，舞台已经搭好，所有的演员都已就位，好戏该开场了。这一趟夜闯王府，简直是与死神擦肩而过，好在终于全身而退。李武，事情准备的如何了？回娘娘，奴婢昨夜不辱使命，已将皇上的骨相牢记于心，只等一个最佳时机，便可动手制作面具。还要等多久？本宫已经等不及了。这后宫每一天都让本宫感到窒息。娘娘，此事关乎您的千秋大业，万万不可心急。奴婢昨晚彻夜翻阅师门古籍，结合天象推算，今夜子时正是百年难遇的紫微星合之夜，这是为器物注入龙气的绝佳时刻。此时制作面具，可得天子之势，戴上后栩栩如生，绝无破绽。竟有此等说法，需要准备什么？你尽管开口，本宫定当全力满足。奴婢斗胆向娘娘求一味药引——九转还魂草，它是制作龙气面具的核心，能锁住面具的精气神。没有它，即便做得再像，也只是一张死皮，瞒不过朝中老狐狸的眼睛。九转还魂草，那可是宫中秘藏，皇上用来保命的珍品，非同小可。娘娘，成败在此一举，若无此草，奴婢万万不敢动手，唯恐坏了您的万全之策，牵连娘娘大业。好，与皇位相比，一株药草算得了什么？你在此等着，本宫亲自去御药房取来。奴婢恭候娘娘。贵妃，这是我最后一次向你下跪了。从此，我只为自己而活。今夜怎么如此心神不宁？整整一夜没去看那个女人了。地牢方向竟也出奇的安静。我倒要看看你这贱骨头还能耍什么花样。往常隔着老远就能听见那女人的求饶声，今日怎会这般死寂？装死，在我面前玩这套把戏，你还嫩了点儿！这手感不对，苏然宇的头发早已因折磨枯枯如草，绝不可能如此柔顺丝滑。这脸我见过，就在前不久的春日宫宴上，跟在贵妃身后的那个宫女苏莲雾，怎么会是你？苏扰宇呢？我的王妃去哪儿了？为什么会凭空换成贵妃的心腹？能在我的王府神不知鬼不觉换掉活人，除了宫里那位心狠手辣的小婉，还能有谁？贱人，这是挑衅，是监视，是用这张脸来嘲讽我、探我的底。小婉，你欺人太甚！证据，那女人不可能毫无破绽，必定留下了证据。凤钗，
这是萧婉前几日刚得的御赐贴身之物。哈哈哈哈哈！铁证如山，原来他在挣扎中掉落了主子的信物。好一个萧婉，好一个贵妃娘娘，你敢动我的人，就别怪我直接撕破脸皮。我这就带这枚凤钗进宫面圣，将你这毒妇的谋逆图谋悉数审报。莲雾姑娘，娘娘把东西取来了。灵雾，这便是你要的药引。今夜你就在此处制作面具，本宫已下令，不许任何人靠近。此事若成，你便是本宫最大的功臣。是，娘娘，奴婢即刻准备，请娘娘静候佳音。齐南王、萧婉，你们二人欠下的血债，今夜也该一并清算了。遗落在王府地牢的那枚凤钗，足以坐实贵妃暗中插手的事实，让他们百口莫辩。拿着，出宫后不必回乡。径直前往城南百晓生茶馆，将信交到店主手中。信中内容足以掀起满城风波。姑娘放心，奴才受您救命之恩，定不负所托。去吧，从此前路安稳。萧婉心中有鬼，发现我暴毙，绝不敢大肆声张，定会悄悄将我的遗体送出宫。这金蝉脱壳之际，便是我彻底逃离深宫纷争的最后机会。陛下，深夜驾临长信宫，不知是发生了何事？奉陛下旨意，彻查长信宫，贵妃萧氏心怀异念，图谋不轨，即刻封锁宫门，任何人不得擅自出入。谋逆！齐南王，你休要血口喷人！臣妾对陛下忠心耿耿，日月可见，绝无半分异心。忠心？你暗中命精通易容的宫女苏莲雾打造天子面具，意图行大逆不道之事，当真以为能瞒天过海？陛下明察，是齐南王蓄意构陷臣妾。齐南王才是包藏祸心之人，他府中私设地牢，苛待无辜女眷，行事极其阴邪变态。如今事情败露，反倒贼喊捉贼，想要先下手为强，除掉臣妾。这是齐南王暗中勾结朝臣、结党营私的铁证，请陛下过目。毒妇！你死到临头还敢信口雌黄，伪造书生攀保本王！究竟是谁攀咬谁？你那地牢里的冤魂难道是假的吗？你也自快大仙就算计你的，找回来！陛下，娘娘不好了，偏殿出事了，苏黎雾姑娘，她已经身亡了。
我今夜带兵闯宫，本打算借着苏莲雾这个人证，坐实萧婉的谋逆死罪。可如今唯一的关键人证骤然身死，我精心筹谋的死局瞬间断了最核心的一环。陛下，您看到了吗？这是齐南王在杀人灭口啊！苏莲雾偶然探知齐南王府的秘辛，知晓他私设密室，藏着不可告人的阴私。南王唯恐丑事败露，便趁禁军围攻局势混乱之际，暗中下手害死这丫头。宫中守卫森严，除现手握兵权能带兵闯宫的齐南王，谁有本事在您的眼皮底下悄无声息，害死臣妾宫中之毒妇，你一派胡言，纯属贼喊捉贼！是萧婉眼见物证确凿，苏莲雾是为了自保脱罪，狠心诛杀心腹，杀人灭口，斩断所有线索。你心性阴戾，可以构陷。你野心滔天，狠毒无情。不是，我不能让去，我不能让他来。够了！真是晦气，大半夜还要出来抛尸，还是贵妃宫里的人，别沾上人命纠葛，惹来麻烦。谁说不是？可惜了苏莲雾，生得那般貌美，就这样没了。有人说是王府所为，也有人说是宫里暗中处置。深宫之内，人命最是轻贱。嘘，少妄议公事，小心祸从口出。九转还魂草的药力终于退了，血液重新流转，力气正在恢复。再等等，等彻底离开皇宫的视线。到地方了，赶紧扔完回宫复命。这乱葬岗阴森森的。诈尸了！这张面容是铠甲，也是枷锁。如今棋局落幕，再也不需要了。丫头，玩够了。玩够了，也该收场了。收场？你这丫头何止是收场，简直是把整个棋盘都给掀了。更妙的爷，现在可纳什么师傅说来听听。你死后，贵妃和齐南王在皇帝面前狗咬狗，都说是对方杀了你灭口。皇上，苏灵雾是发现了王府地牢的逆谋秘密，才他灭口的。一派胡言！苏灵雾分明是贵妃谋逆的唯一人证，是他怕东窗事发，杀人灭口。皇帝震怒，将两人为了活命在狱中互相攀咬。贵妃被揭发贵妃娘家亲信干预朝政，结局呢？拔出萝卜带出泥呀，直接牵扯30多个狱中，贵妃一族满门抄斩，齐南王府查抄入国库，那些冤魂可以安息了。你以为这就完了？你送出去的那封信才是你最绝的一笔。信送到了京城最大的瓦校，如今整个京城谁不知道清雅深情的齐南王是个在密室里虐待妻子的变态？谁不知道雍容华贵的皇贵妃想做第2个女皇？她的命是王府旧址都成了凶宅，他们活着追求极致权力，死了只配成为市井口中的笑话。好了，丫头，仇报了，世间再无束缚，接下来想去哪儿？去江南吧，听说那里的风景很美，四季如春。从此世上再无深宫棋子，我只是游医领悟。王大善人，求求您宽限几日，我们一定凑齐租子。放过我的女儿吧！爹娘，我不要走，救我！交不起租子，便拿女儿抵债，送进春风楼调教，区3月租子，转瞬就还清，这是抬举你们。怎么，丫头想管闲事？世间不平事数不胜数，你管得过来吗？管不过来也要管。师傅，我只想让这世间的功能多一分便多一分。好一句多一分公道，打算如何行事？暗中下药？对付恃强凌弱的恶人，就要用他最畏惧的东西压垮他。师傅，
借你那块假令牌一用，再帮我易容，扮作朝廷官员。站住！你是何人？胆敢擅闯王老爷府邸？老爷，大事不好！京中钦差大人到了。小人安和镇王府，不知钦差大人驾临，有失远迎，死罪！本官听闻，你在这安和镇当真是威风极大。不敢！大人明鉴，小人一向安分守己，素来是镇上良善之人。善人！本官闻一路所见，已不抵富丽堂皇。你的善是榨取百姓血汗的散文。来人，将王府所有账簿地契尽数取出，所有家丁管事集结前院，本官当场审问。我家大人先礼后兵，谁若藏匿规避，大牢伺候。正午强掳的农家少女关在何处？在柴房。兼并田地，高丽盘剥，王府你可知罪？小人知罪，愿献上全部家产，求大人留条活路。开仓放粮，尽数归还田契。多谢青天大老爷！活菩萨救命啊！百草堂的大夫说没救了，发热3天了。神医，真的是神医啊！赶紧带孩子回去好好休养吧。这丫头终于是活成了自己想要的模样。老伯，这几日伤口切勿沾水，按时回来换药，10日便可彻底痊愈。多谢苏大夫，活菩萨呀！丫头，你近来风头太盛，惹人惦记了。师傅去茶馆听书，听到什么风声了？你这般评价义诊，分文不取，甚至倒贴药材，是生生断了他们的暴利门路。我听闻百草堂的前管事已经放话要给你颜色看了。师傅，深宫数年，我戴着面具苟延残喘，如今好不容易重获自由，若是连坦然救人、坚守本心都要畏首畏尾，那我期前所有的挣扎与逃脱便全无意义。说得好，不愧是我郎中的徒弟，你只管安心行医，天塌下来，师傅为你顶着。久闻镇上来了位名气极大的年轻女大夫，今日一见，果然容貌出众。哼，可惜太过天真，放着安稳日子不过，偏要在这小镇上抢我们百草堂的生计。小姑娘，我好心给你一条退路，江南水深，不是外乡人能随便插足的。3日，给你3日时间，收拾铺盖滚出这里。若是执意逗留，休怪我们让你在此处寸步难行。怎么怕了？早知今日何必当初？小娘子，听我一句劝，这世道单凭一副样貌，根本立足不稳。管事说的没错，只是我选的路，一旦踏出，便无从回头。哼，只是敬酒不吃吃罚酒，看来不给你些许教训，你根本不知此地规矩。我特制的秘药无色无味，触碰无痕，半个时辰后才会悄然发作，寻常医药全然无解，惹我，代价你承受不起。苏莲雾，你涉嫌行医害人，致使镇民李氏不治身亡，即刻随我们回府问话。大人做主啊！就是这个女的，她开头害人，回家后便突发急症气势，定是她药方有误害人性命。官商勾结，刻意栽赃，这种拙劣阴私的手段，比起深宫之中层层算计的阴谋诡计，实在不值一提。我随你们走。都闪开，把人带走。走。
饭菜中暗藏迷毒，无色无味。百草堂这是铁了心，要悄无声息了结我的性命，斩草除根。回去转告百草堂前堂主，他幼子身染的陈年怪疾，普天之下唯有我一人能治。堂主，那女子她没有惧色，还说了一番奇怪的话。她说了什么？事情办妥了？未曾办妥。她说知晓少爷身染奇毒，还说普天之下唯有她能医治。她让您三思，若是执意行事，怕是会断了自家子嗣生路。一派胡言！少主体体虚，乃是常年亏虚的顽疾。这何女身陷囹圄，分明是搬弄是非、妖言惑众，想要借机脱身。立刻把她带出来，留她性命，带到我面前来。大胆妖女，还敢在此妄言惑众！晋升，你方才在牢中所言，句句当真。脉象晨曦虚弱，时序时断，舌苔白腻暗沉，眼底有细碎血丝，呼出气息带着陈旧藏香混着草木衰败的淡味。此症并非体虚，乃是一种慢性秘毒，名唤枯木禅心。此毒以数种巫补寻常药材，搭配一味西域特制异香，日积月累混入饮食熏香之中，毒素缓慢渗入经脉，侵蚀心脉。寻常医士仅凭表象诊治，自然永远查不出根源。你为何知晓得如此详细？因为下毒之人就藏在你们百草堂内部。是谁？到底是谁？只要你能找出凶手，治好我儿，我许你良田，全是富贵。你想要什么，我统统应允。金银良田，全是富贵。钱堂主，你未免太小看我了。只要我有的，尽数给你。我要你百草堂从今往后为我所用。你疯了！你可知自己在妄言什么？我百草堂立足江南数十年，岂容你一个阶下囚染指？你儿子体内的毒素已然开始侵蚀心脉，至多2个时辰，便是无人能救。我的条件，你答不答应？我答应，只要你救活我儿，我千万金连同整个百草堂尽数奉你为主。召集百草堂所有人前往庭院，一人不得遗漏。想要揪出下毒之人，并非难事。枯木禅心之毒，需以施毒者自身心血为引，常年累月培植而成。寻常渗查之法无用，若要彻查，便需施毒者主动现身，以自身心血为引，配制解药。不知诸位谁愿为少主分忧？也罢，无需这般繁琐。此毒虽诡秘，却天生惧怕龙胆凤尾草，只需将其汁液滴入中毒者口中，毒素便会逆流而出，在施毒者指尖留下洗之不去的墨色印记。二当家这般遮掩，莫非是心生惬意？没有，我只是忧心侄儿病情。这印记为何？我待你向来亲厚，你为何要加害我儿？世间本无龙胆凤尾草，不过是我用来试探的说辞。这墨色印记是你常年亲手培植毒草留下的痕迹。方才所言，不过是帮你彻底暴露罪证罢了。好徒儿，我本让你来江南避祸散心，你倒厉害，短短10日便为自己闯出一片天地。师父，一人之力真的能改变世间分毫吗？未必能撼动天地，但你力所能及、目之所及的人间，便可因你而变。记住，遇事先守本心，明理立身。若身处困境，无理可依，便用所学所长护住自己，守住底线与生机。倘若当年有人能教导我们立身自保、寻路求生，懂得凭己之争、向阳而生，我们是否能拥有别样安稳的结局？可惜世事从无重来的可能。院主昨日教过，这个叫防风，能解表祛风。对，等我们学好了医理，就能自己配药，
再也不用像从前那样任人欺风了。散尽千金建起这座没有高墙的别院，一人之力终究无法撼动天，但我可以燃起一处星火，一处能照亮前路、温暖寒夜的星火，已然彻底落幕。属于我的全新人生正在开启。奉天承运，齐南王暗藏私心，图谋不轨，贵妃逾越本分，祸乱宫情，废除齐南王爵位，贬为庶人，贵妃一族严惩不贷。纠缠半生的宫廷权谋与朝堂纷争，就此尘埃落定。徒儿，该走了，前面的镇子还有病患等着咱们呢。来啦，师傅！世间再无深宫挣扎、满身风霜的苏家女，从今往后，唯有随心而行、治病济世的江湖游医苏莲雾。